接亲时，丈母娘嫌弃18万8彩礼太少，非要再加10万，否则就不让新娘上车。我告诉女友，只要她一句话，就是抢亲，我也会把她带回去。可她却说她爸妈养她这么大不容易，让我赶紧去找亲戚再借10万。想着一辈子要强，却几次对亲家弯腰陪笑的父母。我扭头打通了初恋的电话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村口远远看见女友家的大门前挂上了红双喜字，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打从双方见家长商量婚事以来，中间波折不断。3个月前订婚宴上，他就逼着我父母将所有的积蓄提前拿出来还贷款，说不能让我们占他闺女的便宜。我跟他解释了半天，说婚后会将小慧的名字加在房本上，房贷由我来还，小慧的工资自己留着花。但他依旧不依不饶，指着我父母的鼻子骂道：“一对老穷鬼，养儿子不知道存钱，还指望我闺女嫁进来替你们俩供房子，人家现在都要全款车房和88万彩礼了，你们家就出一套还在还供的房子娶媳妇啊！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我女儿嫁到你们家，可是给你们老林家传宗接代的，你们就这点诚意？”又拿手不停地打着小慧，倒贴男人的贱蹄子。花钱的时候在娘家，刚挣钱就要去别人家，不要脸！早知道生下来把你淹死算了。说话呀！我们对你这么好，还供你上了大学，你看村里有几个人供女儿念书的，你就这么报答我们？我妈上前阻拦，也被他讥讽。我打我自己的女儿，要你管什么闲事？你要是喜欢，倒是拿钱来娶她呀。我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裕人家，但父亲作为家里的大哥，在父母死后养大了弟妹，在家族里很有威望。看着亲家在这么多亲戚面前撒泼，父亲的脸色变得铁青，但还是死死按住想冲上前的我，硬挤出来一个讨好的笑容。亲家母，我们确实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先把存款拿出来还上一部分，剩下的贷款也不要他们小夫妻供，我每个月用退休金来还，你看怎么样？丈母娘听说不用花她女儿的工资，这才勉强答应，脸色铁青的吃完了一餐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之所以这样，是怕小慧婚后的工资要拿来还贷款，就没办法补贴娘家了。昨天晚上，丈母娘又打电话过来，说我们买的烟不行，让我赶紧再打2万块钱给她，她好去换。可家里哪还有钱？所以接到丈母娘说还要2万块钱的电话时，我简直要气疯了。父亲看出我的脸色不对，赶紧把电话抢过去。我看着父亲不停地在电话里说着对不住，眼眶渐渐泛红。原本说好了明天接亲用21包的烟，钱也早就给丈母娘转了过去。可刚刚电话里，我听见丈母娘嫌弃的声音：“那么差的烟，我们村里要饭的都不抽，现在办喜事最少也要51包的，赶紧把钱打过来。”挂断电话，我看着坐在院子里抽烟的父亲，下定了决心：爸，跟亲戚们说明天婚礼取消吧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小慧那里我去跟她解释，她会理解的。父亲长叹了一口气，把烟头丢在地上，狠狠地用脚碾灭。别说这样的混账话，小慧是个好姑娘，我们这样突然取消婚礼，叫人家怎么说她？小慧的却是个好姑娘，温柔善良，只可惜摊上一对重男轻女的爹妈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操场，我正在夜跑，却隐约听见角落里有一个姑娘正哭着打电话：“妈，
求求你再给我500块钱吧，我放假打工了会还给你的。我不是有意偷听，但电话那头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，钱，天天就知道要钱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赔钱货？你要读书的时候不是硬气得很吗？说自己能挣钱。妈，我本来打工挣了钱的，但是被人偷了，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，现在又生病发烧了，求求你先借我一点钱吧。没钱，你自己想办法挣，外面那么多男的，实在不行你去卖。妈，女孩惊愕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但对面早已经挂断。我实在不忍心上前问她怎么回事，就这样渐渐熟悉了起来。回过神来，父亲已经转身出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脸上一脸轻松，说事情解决了。我知道他肯定是出去借钱去了，但是今天接亲还算顺利，除了小慧的表哥多灌了我几杯酒之外，没出什么别的幺蛾子。很快，我和伴郎团就到了2楼的新房门口，小慧家的亲戚们也都跟了上来，和他爸妈一起坐在2楼客厅等着。接下来只要把房门撞开，再请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女婿查，就可以把小慧接走了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我和伴郎用力撞了好几回，看起来单薄的木门却纹丝不动。正在纳闷的时候，老三悄悄凑到我耳边说：“老二，别白费力气了，门从里面被拴上了，要想进去，除非把门撞破。你丈母娘一家人把咱当傻子呢？今天的4个伴郎都是我的大学室友。老三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研究机械一类的东西。”听他这么一说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现在的气氛过于安静了，周围没有一个人上前来阻拦我们，脸上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我阴沉着脸看向丈母娘：“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丈母娘环顾四周，似乎对我的态度很是不满。旁边的一个亲戚开口了：“小林，怎么跟你丈母娘说话呢？一点家教都没有，抬头嫁女儿，低头娶媳妇，听过没有？你还真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把我们家慧接走啊？我告诉你，不把丈母娘哄好，没门！”想着小慧就在房间里等着我，我不想多耽搁时间，用力握住拳头，低头道歉：“妈，刚刚是我不对，不过这门锁着，我们打不开呀。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过了今天，你要打要骂都行。但是现在能不能先让小慧出来？不然要误了时辰了。”见我认错，丈母娘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：“小林，你就这么点诚意，打算说几句好话就把小慧接走，什么意思？”一旁小舅子不断给丈母娘使着这眼色，我心中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丈母娘开口了：“彩礼呢？你要娶媳妇，彩礼都不给啊？”原来是彩礼。听到这里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彩礼18万8，是2家之前就说好了的，前天晚上就已经全打进了小慧的卡里。难道丈母娘不知道？这么一想，我心里有点理解她刚刚的不满了。女儿都要出门了，说好的彩礼还没打过来，是我也不高兴。我堆起笑，朝丈母娘拱了拱手：“妈，您别生气，彩礼我前天就打给小慧了，可能是她忘记告诉您了。”回应我的是周遭亲戚的哄笑，这带着恶意的哄笑让我很不舒服。我看了看老大几人，他们也都皱起了眉头。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。小慧的大姨站了出来：“小林啊，你给小慧的钱怎么能叫彩礼呢？那个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彩礼都是要给丈母娘的。”丈母娘也悠悠地开口：“小林，今天你要想娶我女儿，就再拿10万块钱过来。”脑子里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为了结这个婚，我上班这几年的积蓄全都拿出来了，
还花完了父母一辈子的存款，连昨天的那2万块钱都是父亲找亲戚借的。我用几近哀求的语气开口：妈，您就先让小慧出来吧，这10万块钱算我欠您的，等结了婚，我再慢慢还给您。丈母娘见我服软，嘴角露出不屑的笑容，一字一句说道：10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想了想，又加上了一句：要现金，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，你要想结这个婚，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。我双目血红，死死盯着丈母娘，为什么不早说？丈母娘像是权威受到了挑衅，蹭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老娘想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说，你管得着吗？我知道他就是故意的，故意等我们家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亲戚朋友都通知了，没有退路了，才说还要10万块钱，早一点怕我们退婚不认这门亲事，晚一点怕我们已经结婚了不搭理他。现在取消婚礼，不仅要赔酒店违约金，我们家也会一辈子亲戚面前抬不起头。我呆愣在原地，要不是还残存着最后一丝理智，拳头早就挥到丈母娘脸上了。老大实在看不下去，抚在我耳边说道：老二，我们几个身上还有点钱，现在去镇上取，半个小时就能回来。见我还是呆站着不出声，老大急了，暗暗用手推了我好几下。我没有回答，而是径直走到了婚房门口。外面闹了这么久，里面却一点声音也没有。我猜测房间里只有小慧一个人。老大他们也猜到了我的意思，都向婚房围拢过来。小慧，你在里面吗？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喊，确保里面的人能听见。只要你同意，我们就算是抢亲，也会把你带回去的。房间里传来一阵东西落地的声音，但是却没人回答。我有些着急，小慧该不会让他妈捆起来了吧？刚想撞门，房门却自己打开了。纵使刚刚被不断刁难，但此刻看见小慧打开房门，站在我面前，我的心中还是一阵澎湃。毕竟我知道她有多害怕她的父母，也知道踏出这一步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容易。我一把抓住小慧的手，可是下一秒，啪！我的手被用力甩开，狠狠地砸在门框上。手很痛，但心更痛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面前的女人，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冷冷地看着我。林景，我妈说的对，你们家果然是想空手套白狼。你要我同意什么？同意跟你走，跟我家里断绝关系，还说什么会一辈子对我好。现在要你10万块钱，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。转给我的彩礼，也就是走走过场吧。是不是打算等一结婚就哄着我拿出来做家用？没钱就去借啊！你不总爱吹你们家亲戚关系好吗？怎么连10万块钱都借不到？我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这10万块钱就当是报答她的恩情。心一点点冷下来。明明是她说，父母心里只有弟弟，对她像对奴隶。结婚之后，她不想再回家。也是他说，我们家亲戚和睦，对他也很好，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但毕竟有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还是想在最后给他一次机会。李佳慧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回答我的是他别过去的侧脸和不屑的笑容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下了楼梯。身后丈母娘还在大喊，别拦着他，让他走，我看他等会怎么跪着求我，到时候不拿个20万，他别想结这个婚。到了楼下，老大几个都面带犹豫地看着我，还想再劝老二，现在怎么办？要不……我抬手打断了老大，蹲在路边默默抽起了烟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无非是想让我不要这么冲动，上去再和李佳慧他妈服个软。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他凭什么我们一家子颐指气使的
就因为我要和李佳慧结婚，有一个想法在我脑海里成型。跟我走。我把烟灭了，拍了拍老大的肩膀，示意他们各自上车。几人虽然疑惑，但还是照我的意思做了。车队再次启动，朝着相反的方向驶去。半小时后，站在熟悉的小区楼下，我拨通了一个许久未曾拨打过的号码。就在我以为不会有人接听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喂，是你吗？”我鼻子酸涩，刚刚在脑海中预演过的话一句也没用上，只是一五一十地说：“姜糖，我要结婚了，但是现在还差一个新娘，你能不能？”能。回答我的是一道斩钉截铁的女声。我转过身，才发现姜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下楼了，此刻正站在我的身后，四目相对，我的眼眶微微发热。老四略带哭腔的大嗓门响起：“妈的，你们怎么都不哭？只有我一个人想哭吗？”看了看表，已经快11点了。我一边带着姜糖火速往酒店赶，一边打电话给父亲，让他赶紧把迎宾牌的姓名改掉。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原定时间内赶到了会场，完成了仪式。婚礼结束后，宾客们都陆陆续续离开了，只有一些比较亲的亲戚留了下来，准备帮忙收拾东西。他们虽然有疑问，但还是真诚地送上了祝福。大姑给红包的时候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：“阿景啊，要对人家姑娘好啊。”又怜爱地拍了拍姜糖：“姑娘，要是阿景以后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大姑，大姑帮你收拾他。”姜糖低着头，害羞地捶了我一拳：“听见没有？我有大姑撑腰了。”看见这一幕，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一片欢乐气氛。可偏偏有人要来捣乱。“走什么？你们走什么？新娘子还没来呢！”尖利的声音正是李佳慧她妈，我的前丈母娘刘春花，而她的身后则是一身婚纱的李佳慧。刘春花3步并2步冲到我面前，依旧趾高气扬：“小林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一点都不顾全大局，才说你2句，就抛下新娘子走了。你叫我怎么放心把女儿交给你？那10万块钱的事，你和你爸说了没？我看你们亲戚随的礼也挺多的，还都是现金。这样，反正佳慧我也带来了。你那些礼金我就先拿走，不够的你之后再补给我。”李佳慧也一脸不情愿地走上前来，在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下，等我上前认错。我看着眼前这对母女，心里直犯恶心。刘春花是可恨，而李佳慧则是可悲。明明知道刘春花只是拿她的婚事当做一桩赚钱的生意，却依旧站在她那边，成为他的傀儡，甚至还想让我一块变成傀儡，好供他们一家人吸血。我拦住了想要去拿礼金的刘春花，第一次直呼其名：“刘春花，刚刚你不是说了吗？没有10万块钱，别想娶你女儿。你这个女儿我娶不起，你还是把她带回去吧。”刘春花还没说什么，李佳慧就一脸不可置信地抬起了头，直勾勾看着我的脸，似乎是在确认我刚刚说的话是不是真的。看着身旁有些落寞的姜糖，我一把攥住他的手，十指紧扣。婚礼刚刚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和我老婆就先回去了。至于你们，3天之内把我们家之前给转给你们的钱都退回来，否则的话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。刘春花一脸不信地撇了撇嘴：“小林啊，差不多得了，随便找个人就说自己结过婚了。刚刚那些亲戚没少笑话你们吧？结个婚新娘子都没出场，要我说你也是蠢，早说把礼金给我不就好了，还省得连累你爹妈一块抬不起头。行了行了，佳慧今天就跟你们回去，你记得把差我的钱送过来就行，不然我不拿户口本给你们领证的。”
说着又想去拿礼金，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刘春花，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叫你把你的女儿带走。旁边还有几个没来得及走就被刘春花拦下来的客人，此时也在一旁看热闹，不嫌事大，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窃窃私语：哎呦，林景好福气啊，刚刚才结过婚，现在又来一个新娘子。刘春花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没有在撒谎，而是真的结婚了，只不过不是和他的女儿。李佳慧慌了，终于忍不住哭出声，不停地质问着：妈，你不是说他肯定会回来的吗？现在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我看着眼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，心中充满了嘲讽。现在知道问怎么办了。刚刚在他家逼着我去借10万块钱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办？刘春花看看闺女，又看看我，突然劈头盖脸地打向他，哭哭哭！有什么好哭的？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，连个男人都套不住。接着又扭头指向我，手指差点戳到我的眼睛。我告诉你，不结婚可以，彩礼钱我是不会退给你的。白睡了我女儿那么多年，这就当你给她的分手费。老三忍不住开始给她普法：大妈，法律上没有分手费这个说法，只要我们去告，你是一定要还的。刘春花一愣，似乎才想起来世界上还有法律这么一回事，下意识的就把李佳慧往前一推：你彩礼钱不是转给他了吗？要告你告他去！李佳慧尖叫起来：妈，钱我都转给你了，去哪里找钱还？我皱了皱眉。转账之前，李佳慧向我再三保证，这钱会原原本本带回我们的小家，绝对不会转给他妈。到现在看来，他是完全没把我的话放心上。刘春花面目狰狞，快速甩开李佳慧的手：你转给我的那是恩养费，恩养费你懂不懂？反正我已经把你送过来了，他们家要是不要你，你就自己找棵树吊死吧，别回家丢人现眼。眼看礼金是拿不到了，刘春花快步向外面走去，生怕我们把彩礼钱也拿回来，只留下穿着婚纱行动不便的李佳慧站在原地。阿景，我错了，我刚刚也是太害怕了，我想着不就是10万块钱吗？你早点去借，我们就能早点结婚，才说那些话的。这个女的是你找过来演戏的，对不对？李佳慧拉着我的手，不停地道歉，真是可笑。不就是10万块钱，亏她也说得出来。从商量婚事到现在，光是现金我家就掏了30万。原本我是不想这么早结婚的，想再奋斗几年，多攒点钱。但是半年前，李佳慧半夜哭着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妈觉得他年纪大了，非要逼着他去相亲，让我赶紧上他们家提亲。那彩礼钱呢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千万不要转给你妈。李佳慧愣了一下，眼里闪过一丝慌乱，但还是拉着我的手苦苦哀求：那是我妈逼我的，阿景，我妈说要是我不转钱给她，她就打死我。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回。阿景，不告诉我妈我在哪上班的话，她会打死我的；不把工资卡给我妈保管的话，她会打死我的；不去相亲的话，她会打死我的。从前听她这样说，我只会心疼她不容易，童年的创伤给她留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，不敢反抗她妈。但是现在看见她哭得这么凄惨，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刚刚接亲时他冷漠的眼神。看，他不是没有脾气，不是不敢反抗，只是在反抗他妈和拉着我一起供他妈吸血之间，选择了后者而已。李佳慧，我一根一根掰开他握住我的手。刚刚接亲的时候，我说过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今天一定把你带回来。是你自己拒绝了。说完，我牵着姜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身后还传来李佳慧的哭喊：都来怪我，
我有什么错？你们这不是逼我去死吗？一旁，姜糖有些担忧：阿景，真的不管他了，万一他想不开怎么办？我摸了摸姜糖的小脑袋，你现在还有空担心这个，还是担心我们两个吧。等会丈母娘打人的时候，你可要躲快点。姜糖吐了吐舌头，有些后怕的往我身上靠了靠。下午，我先跟着姜糖回家赔罪，爸妈送走亲戚后，也立马带着礼品赶到了姜糖家。一进门就开始不停道歉。丈母娘虽然生气，但也只说是两个孩子不懂事，客客气气的请我爸妈坐下了，看我们一家态度良好。又听姜糖说他这么多年心里一直记着我，非我不嫁，只好叹着气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我爸妈原本就对姜糖满意的不得了，看姜糖妈妈答应了，赶紧把怀里的一个箱子打开。亲家，阿景不懂事，让闺女受委屈了。这里是30万彩礼，市里我们也买好了房子，糖糖嫁过来，我们肯定不让她受一点委屈。看着一箱子钱，我惊得下巴都掉了，但是当着姜糖一家的面也没有表现出来。晚上回家后，父亲才告诉我，我们村要拆迁了。他之前晚上出去，就是提前找村长预支拆迁款。今天早上600万拆迁款到账了。他原本是想留着给我和李佳慧换个学区房的，却没想到我也把今天接亲的事情给他们说了一遍。父亲说，还好当时我没给他打电话要10万块钱，不然的话一辈子都要被李佳慧一家人缠上。第二天，我一瘸一拐地带着姜糖去民政局领证。没办法，在丈母娘家跪太久了，现在走路膝盖还疼。婚礼也在策划中，这一次我们打算放在姜糖家办，不仅要办，还要风光大办，不然的话怎么对得起这个一通电话就能嫁给我的女孩。3年后，我和糖糖带着孩子去参加亲戚的婚礼，只是没想到还能见到李佳慧。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衣服，抱着一个孩子，正坐在我们对面。我旁边坐的是糖糖的表姑，她和李佳慧是一个村的，看见她就打开了话匣子。你看见那个女的没？前几年谈个男朋友，本来都要结婚的，结果他妈结婚当天非要再加10万彩礼，还要现金，不然就不让姑娘出门。人家小伙子也不是吃素的，扭头就走。听说后来他妈搭拖拉机把女儿送去男方家，男方都不要，婚事吹了不说，之前给的彩礼也要退回去。那个彩礼早被他妈拿去给他弟买车了，没办法，赶紧又找媒婆给他说亲，一家子名声都臭了，哪里说得到好亲事，他妈也不管，只要别人拿钱来就叫他嫁。最后嫁给一个喜欢喝酒打老婆的，前一个老婆就是被他打跑的，这样的人他妈也让他嫁，真是可怜哟。他妈也没讨到好，辛苦一辈子给儿子做牛做马，盖房子买车子。去年儿子一结婚，马上被儿媳妇赶到老屋去住了，病了瘫在床上都没人管。我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，没有接话。他便又转过头去和其他人交谈，不知道聊到了什么。表姑突然大声说道：“我们糖糖当年结婚，彩礼都拿了30万。”这句话仿佛是什么开关。原本呆坐在我对面的女人突然抬起头来，在看清对面坐着的人是我之后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巴不断嗫嚅着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。婚宴结束后，我去上洗手间，糖糖和孩子在车上等着。刚走进停车场，就听见一个沙哑中带着怒气的女声：“林景。”李佳慧抱着孩子站在我身后，头发枯黄，面容愁苦，怨恨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一样。我皱了皱眉，
转身打算离开，却被他挡住了去路。质问的话语连珠炮一般袭来。林景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过得有多惨？我就说哪有那么好的事，做新娘子都有替补。原来是答应了给别人30万。你当年明明有钱，为什么不再给我妈10万？她还是和当年一样，从来不会反思自己和他妈的过错，只会不停地埋怨别人。曾经我也想过，自己是不是太狠心了？毕竟他就像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动物，从小就被他妈打上了不能反抗的烙印。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一开始我也次次都心疼他，但共情的结果就是次次变成他的情绪垃圾桶。鼓励他一次，他就反驳我一次，为什么不能改变？不敢反抗，强迫他的父母，但却把我和我们一家子当成血包。另一种欺软怕硬而已。经济不独立的时候，忍受就算了，都有手有脚了，还诉苦自己好可怜、好无助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自己像被困在四面环海的孤岛，但实际上，他眼睁睁看着各种走出困境的人踩着膝盖高的水上岸，自己却不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只会向对他好的人哭喊。就比如现在，他还在质问着我，为什么当年不给他那10万块钱，简直可笑至极。我开口打断他，李佳慧，我们家的钱为什么要给你？你自己说的要娶我，那就得给彩礼钱，所以我不给彩礼钱，也不娶你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李佳慧愣在原地，嘴里不停的可是，就像当年在大学里一样。每当我鼓励他去反抗家里的压迫时，他总是不停地找借口，可是这样，可是那样，问得多了，他还会发脾气。我要是生气，他就又会默默流着泪前来道歉，说如果自己不听的话，他妈就会到学校里来闹。我既心疼又无奈，只好不停地给他兜底。在他把所有工资寄回家后，给他买饭、买衣服、买生活用品，甚至给室友买礼物。只可惜，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他兜底了，他只能承受着这个自己亲手选择的命运。而且，我接着开口，我之所以有钱给我老婆30万彩礼，是因为我们家拆迁了。李佳慧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她嗫嚅着嘴唇，低头打量着自己粗糙的双手和廉价过时的衣服，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，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悔恨。只可惜为时晚矣，我没有再理会站在原地的李佳慧，转身向车子走去。外面阳光正好，车内糖糖正给孩子唱着儿歌，看见我来，两个人齐齐露出笑容。看，是爸爸来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